叶晨眼见林婉儿表情惊骇，说话也少见的有些紧张，连忙问她：“林小姐，你说这更像是什么？”林婉儿没有说话，眼睛紧盯着天空中迅速密布的乌云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这乌云看似杂乱无章，但却隐约有复杂规律，感觉像是已经64卦中的震卦之象。”震卦，叶晨听得心惊，不由惊呼道：“这云真是卦象？”林婉儿点点头，喃喃道：“震卦向来繁复，古人说震来细细塞，笑颜压压，震惊百里，不丧比唱成。此卦一出，乃主卦与客卦两震相叠，寓意有事突发，而且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”叶晨更是惊讶，忍不住问：“什么人有这等本事，用天上的云来算卦？”林婉儿一脸茫然：“奴家也不知道，但是这卦象是刚刚开始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才开始的。奴家以为这应该并非人为。”并非人为？叶晨问他：“若非人为，那莫非是自然形成？”林婉儿摇摇头：“奴家还未参透其中奥秘。”正说着，天上的乌云还在迅速变化，厚厚的云层仿佛是在天上打了一口取之不尽的水井一般，没由来的从自身中间不断喷涌而出，迅速布满整个天池所在的山谷。林婉儿眉头紧锁，睁大眼睛死死盯着天空，口中低声自语：“卦象变得太快了，我看不懂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能否再明示一点？”天上的乌云听不懂他的呢喃，只是继续一刻不停地变化着。林婉儿已然有些心急，她焦虑不安地说道：“震卦变数太多，每一种都需要很长时间参透，如此快速的变化，眨眼间就是另一种卦象，我真的看不透。”叶晨听到这话，连忙掏出手机打开视频拍摄，口中说道：“林小姐先不用着急，我把这些变化都拍下来，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之后慢慢参透。”林婉儿摇头说道：“卦象反复巨变，一切又都被框在震卦的局面之中，这预示着主卦与客卦相互牵制且困顿其中，不管这卦象是谁放出来的，都是在向我们求助，而且这其中还有几分奴家说不上来的熟悉感觉。”求助？叶晨皱起眉头：“你我刚到这里，什么人会忽然向我们求助？”林婉儿口中呢喃：“不是人，卦象之中没有人。”叶晨揉了揉太阳穴：“我都快被你搞迷糊了，没有人，那是什么东西在向我们求助？”林婉儿死死盯着千变万化的乌云，低声道：“奴家还没想出来，不是人，会是谁？或者会是什么？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惊呼一声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！”叶晨连忙问：“你知道什么了？”林婉儿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她指着脚下光秃秃的地面，无比激动，又无比紧张地说道：“奴家知道是谁在求助了，是他，是普茶之母。”叶晨听到这个回答，更是疑惑万分。普茶之母不是300年前就渡劫失败了吗？现在又怎么会向我们求助？而且它不过就是一棵树罢了，能引动天上的乌云来向我们求助？林婉儿喃喃道：“公子的疑惑，奴家亦不知其中原委，可奴家能感觉得到，那种熟悉的感觉，就是普茶之母。”叶晨道：“好，假设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普茶之母在通过云彩向我们求助，可是她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该如何帮助她？”林婉儿也有些焦急：“奴家不知道，奴家只能看得出她在求助。这不断变化的卦象给奴家的感觉，似乎是她被困在这震卦之中无法挣脱。可是这里面并没有告诉奴家，应当如何去做才能帮她解脱出来。”此时乌云已经变得愈发厚重，而且巨大的乌云开始凝结成团，并且开始缓缓下沉。空气中
已然满是潮湿的水汽，气压也似乎开始快速下降，让人呼吸都变得有些沉闷，就像是夏天超强雷暴天气来之前的那种感觉。林婉儿没有修为，此时呼吸都感觉有些不畅，而她的表情也愈发焦急。她少见失态地在原地不停跺脚，心急火燎地说道：“卦象越来越危险，主卦已经开始有了要被客卦吞噬的迹象。若是再想不出对策，可能就再也救不了他了。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？”叶晨更是一头雾水，连林婉儿都参透不出的卦象，他更参透不出，所以看着林婉儿心急如焚，他也只能站在原地干着急。乌云此刻还在不断加厚，不断下沉，在整个天池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低气压区。林婉儿已经感觉自己有些呼吸不畅，她只能一边大口大口的深呼吸，一边不断转动大脑，思考其中的问题。叶晨看不懂卦象，但他理智地分析了一下，开口道：“林小姐，如果他真的是在向我们求助，那至少也得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。你我两人四拳四手，能在什么地方帮到他？难不成要我们帮他将这乌云驱散？我们也做不到啊。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焦急地说道：“公子说得对，如果是需要我们驱散这乌云，我们确实没什么办法。公子神通广大，能引来天雷，可天雷想来也只是对食物有效。乌云本就是雷电的半生品，它和雷电更像是水和鱼的关系，它肯定不会惧怕雷电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”叶晨被他这么一说，忽然眼前一亮，脱口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林婉儿忙问：“公子有何发现？”叶晨问他：“林小姐有没有发现，这么厚重的乌云，这么强大的低气压，是不是唯独缺了点什么？”林婉儿忽然瞪大眼睛，脱口道：“缺雷电。”对，叶晨重重点头。若是在寻常，这种重的乌云早就电闪雷鸣了。可这片乌云虽然十分厚重，但却没有半分雷电的踪影。我的穿魂刃在上次长胜伯自爆的时候已经毁了，眼下唯一能够远距离释放的法器，只有重新炼制的惊雷令。刚好这乌云缺雷电，那我不妨就给他点雷电试一试。林婉儿欣喜不已地说道：“公子重新炼制的惊雷令，是用奴家给公子的那块雷击木炼制而成的吗？”对，林婉儿更加激动，握紧拳头兴奋道：“那雷击木便是普茶之母的残肢，说不定他渡劫失败后的300多年来并没有烟消云散，他苦苦等的便是今日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